Hello，欢迎大家！今天猫猫和大家又见面了，然后是我们能量整合的一个视频啊。我们今天选用的牌卡呢是这一副牌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双方之间的一个信息，包括说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星盘、太阳、月亮、上升、金星星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边有出现的是一个权杖四的一个逆位，还有涉及到的是星币六，但是这边星币六的话也是出现的是一个逆位啊，双方之间不算是属于一种特别平衡的一种情形。力量牌也出现了，哎呀，我找一个东西，力量牌。力量牌的话，在这边有出现的也是一个逆位啊。最后再来看一个宝剑二。好，这个关系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双方之间的一个星盘，太阳、月亮、上升、金星星座，会涉及到的有，天秤的一个能量稍微强一点点啊，天秤或者说是双子的一个特性，但是双子会弱一点，天秤的一个能量比较强，有可能还会涉及到白羊，以及说是天蝎的一个能量，还有金牛的一个能量，包括说狮子的一个能量。这个的话就是属于双方之间的一个星盘啊。如果按照这种状态下来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段关系里面会有一个人产生比较强烈的一种掌控心理、掌控的一种心态，同时这种掌控心智的话，有可能还会促使带有一点点什么呢？挖掘的一种心情和挖掘的一种心态，可以说会涉及到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可以来看这边还会有涉及到的是什么呢？权杖四，之前应该两个人之间是有过一些稳定关系的，但是这种稳定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破裂，就是属于在这种稳定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情形下，没有办法去持续这种稳定了。但是其实这个关系以现在的点来看的话，比较好去怎么样呢进行调整或者说挽回，因为力量也出现的是一个逆位，权杖四也逆位。其实只要有一个人肯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去做出这种低头的一种倾向、低头的一种情形的话，是很容易去把这个关系去直接怎么样呢磨平的。但是啊，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不太一样了，就是什么呢？之前两个人应该就已经产生过问题，就像这一个星币六直接站在中心主旨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属于有一个人不断的去压榨另一个人，结果呢压榨着翻身农奴啊把歌唱，然后开始怎么呢反过来了。开始不一样了，但是确实两个人之间付出收获是一种不平衡的一种状况。有一个人也会比较在乎自己的一种外在，这种在乎外在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什么？带有一点点虚荣心的一种特性，就觉得我想要去打肿脸充胖子，没钱我要去把自己搞得很有钱，这一边确确实实是会有带给我这种感觉，尤其是结合上这个星币流，我觉得是一种挑选之后的一种结果吧。在一个人身边应该并不缺乏选择对象，但是呢，有可能他跟你之间去产生了这种恋情，产生了这种情谊情感之后，对于你而言，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定的掌控性、操控性。什么意思？就是属于让你去做出很多的改变，比如说，你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变化，要做出那样的一种变化，你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点，那样的点。我觉得这种做出变化的一种特性的话，还是会偏向于怎么样呢？比较强烈的一种情形。所以，如果按照这种点来看的话，暂时性我没有直接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这段关系是完全平衡的，没有给到我的最直接的一种感觉不平衡，而且两个人之间应该有过博弈。最开始的一种状况下来看，双方之间应该都是属于一种比较强的。但这种强，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属于内在的，两个人之间干嘛？击剑啊，就互相之间有产生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有一个人的情感上升到特别靠前，相当于我要付出的一个感情会更多一些，反而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就产生了一些问题，问题就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不平衡，或者说产生这种，比如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有那样的一种想法，有这种心态和那一种心态，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这样的一些心情了。就这个大方向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分析一下什么呢？关于后续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发展和走向，因为确实是不平衡，有部分小伙伴有可能还会牵扯到的是什么？钱财和物质，星币六钱财和物质方面的一些纠葛和纠结啊。那么我们就着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分析一下关于后续整体的一个状况吧。我觉得有一个小伙伴应该是不容易的。来先看一下圣杯皇后。
圣杯皇后在这一边的话，有出现的是属于一个逆位。圣杯皇后的一个逆位的话，代表的一种寓意是什么呢？情感，女性吧，偏向于女性能量这一边，情感的一种波动会比较大，有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很容易被感动，轻一点小事儿有可能就会被感动，但是呢，在这边有可能又会比较情绪化。这种情绪化的是同理心比较强，很容易能够敏感的去感受到很多的这种情绪的一种变化的一种情形和变化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两个人之间是有过一些争吵的，而且对于这一个关系而言的话，是有一些什么呢？冷战的，双方之间是有一定的一个冷战的，比如说产生的这种问题、那种问题之前一段时间应该是有过冷战，但是现阶段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有一个人后悔了，但是这个后悔的人暂时性还不知道是属于哪一个，只能说知道在这一个关系里面的话，确实是怎么样的，有一个人产生是后悔的这种心态和心情了。但是两个人之间如果要说能不能联系上，我觉得，并不算是属于谁能先低头，这段关系应该是属于停滞的一个关系。但是有一个人很后悔想联系，心里面有念想法，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些行动力。所以如果说就按照这种状况下来分析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暂时性双方之间都很默契的维持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平衡。我不愿意跟你主动，我也不愿意低头，你也不愿意跟我主动，你也不愿意低头，这是属于双方之间共同去涵盖到的一种默契感。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和他之间应该是会有比较强烈的一种契合的一种状态。这种契合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大家之间比较好的一种联系、沟通、交流和交集，或者说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一种双方之间的一种互动吧。最开始两个人之间应该是比较契合的，就是你心中所想说出来的这些东西，对方都能怎么样呢？对方都能觉得说，哦，我能明白，我能清楚，我能听懂，就是属于会有这样的一种迹象点。但是如果来这边看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自己个人不做出任何行动的一种状态，最快2个月之内吧，有可能他才会有涉及到这种行动力，差不多也就靠根儿了，就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才会说做出一些自己个人的一种行动，比如说把一些情感去给到你。但是说句实话，他有可能这个时间段身边并不缺乏追求者，什么意思呢？有人会给他示好，有人会给他示爱，但是呢，不一定他能够完全去把他当成身边的另一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来进行接受。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来分析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说产生大家之间的一些讯息交流、沟通、交集的一种情形和状况吧。但是在这边能不能说借着这种聊天直接怎么样呢？产生成为关系的一种稳定，又从权杖四的一个逆位回归成为权杖四的一个正位，那么这边的话稍微差一点点，有可能先聊起来，哪怕说有一点点关心关怀，但是更多有可能先聊的还是属于生活中的一些情形和生活中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属于怎么样呢？直接产生大家之间的一种靠近感。其实对于这段关系我觉得稍微还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之间稍微还会伴随的是有一些属于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压力感的。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压力，外在的压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阻碍，还有就是什么家庭的一些压力，我觉得也会有一点点。外在的一些压力阻碍的话，会偏向于稍微更多一些这一副仇视的一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愁。愁什么呢？这边直接来看上方的话有出现的是一个宝剑五，直接在这一边的话还有涉及到的是一个隐士。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内的话，如果愁的是一种思想方面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有些时候精神上面所产生的一种愁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因素的一个影响所带来的一种焦虑感吧。比如说像我们最开始来看到，对吧？有涉及到什么呢？钱财物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不平衡，有可能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所筹得的就是什么？钱财物质的一方面呀，对不对？另一方面的话，还要涉及到的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并不算是属于特别平衡的一个力量的一种特性。这种力量，尤其是属于逆位的一种情形，有一个人肯定还会有自己个人的暴脾气，突然间脾气就起来了，比如说凶很凶，然后呢，自己有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粗暴的一些行为，粗暴的一种状态，但是在外人眼中有可能就要去把自己个人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就是什么呢？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很会装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回过头来看影视，既然说出现的是一个正位，说明心里面互相之间都藏着一些事情，就你也会藏着，对方也会藏着，两个人之间心里面都会藏着。而有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话，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种逆反心情、逆反心态，就像这个眼神一样，怎么样呢？我心里面很不爽，我心里面不
不，我就是去着这股劲儿，我不愿意怎么样的道歉，我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段去把这个头直接给你低下来，我就不，就是属于会有这种。但是啊，在这一个关系里面来看，双方的一个情感啊，圣杯三出现的是一个逆位，会受到外界三方的一种阻碍。这种三方的话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人，有可能的话就是什么事。我觉得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啊，通俗一点来说，你们两个人当时靠近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双方之间自己个人当时的一个关系就没有说理清。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还没有理清你的关系，他或者是也没有理清他的关系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就互相喜欢了。那个时间节点内就觉得，哎，两个人之间能够怎么样呢？互相觉得很契合，你能懂我，我能懂你，哎，大家之间就很高兴，然后产生了在一起的一种情形。但是在这一个关系里面来看，圣杯三既然出现的是一个逆位，说明这个关系里面外在的一个阻碍也还是会有，或者说受到三方影响的一个阻碍还是会有，暂时不能明确上就直接确认是第三方啊，就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现实生活的一个影响，或者说家庭和钱财物质的一个影响会更大。他确确实实是想过跟你之间的一个关系走到最后，或者说靠近啊，大家之间有聊啊、沟通、交流、交集，长远的一种状态下产生这种往后去发展的一种迹象。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心里面的话，确确实实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想归想，这也不是实际上的一个行动啊，也不是说实际上的一个行为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关系里面的一个范畴来说的话，一方面的话是属于说有计划过两个人之间的未来，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想发展的是关于自己个人的一个钱财物质，以及说自己个人的一种发展的一种情形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来分析啊，既然说在这边星币皇后有出现的是一个逆位，那么星币皇后的话，更多也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时间段，女性能量慢慢的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了，就像最开始圣杯的一个皇后到哪里，星币皇后的一个出现，情感开始出现慢慢的降低，就是属于感情，它是属于一步一步流失，中间肯定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女性自己感受到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好像情感没有那么多了，情感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产生了一种我想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内自己去发展自己，但是同时呢，理性和感性又在一味的去纠结的过程中，产生了自我的一个拉扯。通俗一点就是，哎呀，我觉得好像在这段关系里面越过越怎么样呢，有一点点难。但是呢，难归难，但是我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小想法，想怎么样呢？想要说是去把这个关系过下去，但是我又知道这样子过下去，我心里面又有一点点难受。但是没办法，我还是想忍，谁让我对吧喜欢你呢？就是给到我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钱财物质上面，女性这一边应该也是会有一定的流失的，就是把钱财物质给到对方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这个关系其实已经不稳定了，相当于已经越靠后的一个时间段，两个人对于对方而言都是属于一种叫貌合神离，其实算是属于看似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心和心之间已经有了一些间隙了，已经不稳定了。甚至有可能啊，女生这一边应该是，如果说是有经历过工作的这种范畴的话，有可能都会怎么样呢？有强行加班过，就自己愿意加班，然后不回来的这种感觉，给到我的一种感觉非常强烈。尤其是这个星币骑士的逆位，想要干嘛呢？发展自己啊，发展自己的一个未来，发展自己的一个个人啊。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来看，确实啊。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女生自己个人的一个条件稍微会好一点，钱物质包括自己个人的工作，以及说是自己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应该也都会好。但是慢慢的会发现很多不一样，从最开始一起去怎么样呢？更多的去计划未来，到一步一步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未来要去计划，反而在这个时间段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条理的这种状态，就是什么无限的循环。我觉得以最开始那种不管说贫穷富贵，两个人之间往前走的一种心态已经缺失了，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心思了，反而这个时间段更多所产生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大家之间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是对方而言都有一点点的一种抗拒的心情和心态，而且应该两个人之间啊有过一些消费，买过一些大的一些东西，星币四逆位大的一些东西，房啊车啊，你们自己应该是有过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星币四它本来是一种大件的这样的一个钱财和物质，在这种状态下的话，逆位有过一些流失，或者说是你为对方有过一些钱财比较大的一种状态下所产生的很多的一些消费的一些情形。
但是在这边来说啊，星币三的一个出现的话，同公司、同场合、同平台的一种情形下，也会产生一些什么呢？互相之间的一种波动性质。就两个人之间当时在一起靠近的时候，应该也是会产生很多的什么同公司、同场合、同平台的一种情形下所产生的一种相识，比如说一起去有过在同一家公司啊、同一个学校啊，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两个人之间停滞下来之后，我觉得连朋友都没有办法直接去做，反正就互相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吧。不过从这边来看的话，互相之间沟通还会有啊，看谁先低头。暂时性的话就是属于这种情形，先低头，然后两个人之间才能有怎么样呢？下一步的一个发展和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可以说是会涉及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另外的话，回过头来分析啊，星币十也出现的是一个逆位，家庭方面的一个阻碍性质的话，应该也是会比较大，就是属于说会有家庭在这一边产生的一种阻碍的一种状态，觉得说没有办法更多的去更深进入到下一步，或者说在这一个时间段没有办法怎么样呢，去把大家之间的一个关系往更深远的一个方向上面去发展。所以其实本身在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家庭里面的一种阻碍的一个性质，反而在这个关系里面来说的话是属于比较强烈的。部分小伙伴，如果你们是属于分开刚分开几天啊，或者是不久1个月左右的这种，差不多在15天到1个月的一个时间段，有可能你会得到对方的某一些讯息。先说一下，这个讯息不一定是属于对方直接给你去发出的，而是属于有可能做一些什么引起你们注意的这样的一些讯息，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但是这个关系里面来看啊，有一个人会想太多，想太多是什么想太多呢？就是说想要的求得的东西会很多，包括这边审判出现，你要说两个人之间能不能达到一种完全的一种和好，或者说把一些问题慢慢的去解决，达到双方之间的一个关系真真切切的一种情形下，我们之间去把这个关系和好吧，我们之间去把这个关系更深层次的一种状态去靠近，更深层次的一个状态去往前去发展，往前去走。其实在这边来看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难。它难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难的这个原因是需要说是把一些问题先做出改变，改变之后两个人之间才能怎么样呢？带有这种比如说大家之间的一个关系去达到一种升温的一种情形和状况，才可以说去把这一个关系更深层次的去往前去发展，往前去走。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有没有机会让两个人之间关系去达到一定的复合呢？也有啊，有这种关系，就说需要经历的是时间。这边来看的话，最快，我觉得差不多4到6个月，最快的话，这一个时间，如果你们真的是属于分开比较短。分开比较短，不到1个月的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那么有一定的一个机会，属于说是在双子的一个时间能够有一些靠近嘛。但是如果已经分开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最大的一个靠近的一个时间的话，有可能也偏向于从现在开始往后4到6个月，比较慢啊，不算属于很快的一种情形。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心里面会对于你们而言产生很多的一些幻想，有幻想就会产生一些想法，渴望和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怎么样的升温，到渴望和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去进入稳定的一种情感，稳定的一种情谊，以及说甚至在这种状态下来看，有思考过和你之间的关系从最开始我们之间桥归桥路归路的一种情形，能不能说是去伴随着怎么样呢，带有新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有思考过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啊，如果说就这一个大方向来说的话，我并没有直接先感觉到的是什么，就大家之间能够完全先产生的是一种平衡的一种倾向，平衡的这样的一种范畴，我觉得更多还是会带有一定的这一种不平衡的一种点。所以如果按照这一个状况来看，有机会去靠近，只不过这个机会靠近来说，肯定还是因为怎么样呢？心里面一方面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情感情谊；另一方面的话，它不是属于跟情感相关的一个点，而是心里面的话，确确实实是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执着和不甘心，以执着和不甘心的一种情形也会有。对，所以其实你看后续你和他之间关系会不会好呢？会，但是你在跟他和好之前啊，你应该会得到一些讯息消息，让自己很不开心的讯息消息，比如说他和其他人暧昧了，他和其他人聊天了，他和其他人之间靠近了，他和其他人之间在一起了，中间有可能会经历了有这种涉及到第三方因素影响的一个问题，但并不是说现在，有可能再靠后一些时间，有可能还会经历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大方向来说，两个人之间有机会吗？有机会能够说完全去达到新的一个方面的一个靠近，或者说慢慢的怎么样呢？能够说产生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新开始吗？没问题呀，可以说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只不过以这种机会的一个范畴来说的话，我觉得不算是属于一种真正的平衡，而且两个人之间，你要说感情爱意，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人怎么样呢？
不断的去对于对方而言所产生的一种迁就的一种心情和迁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没有直接感觉到这是属于关于情感爱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让我感觉到这个关系稍微有一点点不是属于那么适合。为什么呢？有一个人偏向于是属于比较自我的，双方之间肯定是有过生气的啊，或者说有过两个人之间互相对于对方的一种折磨的一种心情，折磨的一种心态，互相之间必定是会有的。因为就从这个关系里面最开始来看啊，宝剑五啊，类似于这一些状况啊，权杖十啊，都有可能会有，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心口不一的这一种情形。以心口不一的一种状态下来分析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个关系里面肯定还会涉及到，比如说说一些谎话，说一些胡话，对不对？说一些这种不是属于那种完全能够让人感觉到接受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就是属于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啊，不算是属于真正的一种契合的一种心情和心态。但是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关系里面来看，还会产生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喜欢。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喜欢的一个心态、心智的话，应该也是会偏向于稍微有一些的，而不是属于说完全没有。就最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内，这一个喜欢的话肯定是会有，或者说冲动、激动。渴望和对方之间的一个关系升温，渴望和对方之间的一个情感情谊达到特别特别深厚的这种升温都会有，但是就这个关系越靠后，反而产生的一些问题越多，也会让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想法、心态、心思也会产生比较大的一种变化和变动。来看一下这边的建议啊。第一张牌卡有出现的是一个受困啊，就是说什么呢？渴望自由，让自己更多的自由，别把自己完全说困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或者说完全把自己困在这样的一种范畴中，没必要。越把自己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的话，反而产生的一些影响会越大，没有必要说是去，对吧？为了对方把自己困在这个里面不断去纠结，不管你是出于说是一种不甘心的一些心态，还是属于说什么样的一些心情，不管你自己个人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在这个时间节点内的话，请把自己个人的一个心态、心情直接去调整好，没必要说是去为了对方纠结来这一个，纠结去那一个，让自己产生更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想法，情绪上面的一些悲伤，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犯得着说是去做那样的一些情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第二张牌卡它出现的是属于一个相互依附，以相互依附的一个状态来看，它代表后续两个人之间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一种交集，互相之间的这一个交集，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啊，或者说是沟通啊、交涉啊，这种状态还是会有。而且你们两个人之间部分小伙伴的话，应该是有谈过比较长的时间吧，比如说1年，或者说稍微更长久的一些时间，或者说稍微更多的一些时间，应该都会有。就是属于谈的一个时间怎么样呢？偏向于是属于稍微时间久一点点的这一种迹象。另外的话，其实这一个相互依附也会代表的一个意义，在这一个关系里面的话，并不算是属于说很直接，说是把这一个关系停下来就能完全去达到停下来，它需要一些时间来对于大家之间的一个关系做出一定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其实你看最后一张牌是什么呢？戴着面具，戴着面具是否展现出来自己个人的一个真心呢？对不对？暂时性来说的话，你们的一个状况偏向于比较被动。当然，如果你们自己也愿意，对于他而言产生一种我愿意去把我自己的头低下来去跟你们靠近，如果你们自己愿意也可以。但是就在这一个大方向里面来说，我觉得暂时并不算是属于说是想要很通透的去把这个关系调整好就能直接去调整好。虽然说偏向于是被动，但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内你也可以自己认真去思考一下。对吧？然后还有天王星的一个出现，它代表的是一种变动，是一种改变，而且是一种突发性的一种变化改变。既然说是有涉及到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就是在你自己没有说是做好准备，或者说你都意想不到的时间，对方有可能自己也会做出带有一定的行动力。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你也可以尝试性的给到对方一些时间，等待一下。最后气功夫妻宫啊，1对1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边来看确实还是有希望，只是说这个关系能不能长远长久，需要你们共同的努力，两个人互相之间去带有一定的妥协，而不是只是一个人的努力。而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这一边还有出现的一个建议啊，最开始的话来看有3张牌卡，丰盛、复原、失望。丰盛钱财和物质呗，最开始我觉得2个人之间相遇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钱财物质吧，比如说借钱或者说一些礼物啊、东西啊，应该都是会有涉及到2个人之间肯定跟钱财物质方面还是会有一定关系的。复原的一个出现是什么呢？它代表就是慢慢去调整好自己的一些心神，或者说掌握到了一定的关键点，甚至我觉得有部分小伙伴有可能真到那个时间，对方回过头来找你，你就直接下头了，你心里面就直接觉得下头了，好像当时的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之后，自己个人直接先产生的一种状态就是下头。而另外最后失望的一个出现的话，它更多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是属于对于这个人而言确实还会有，而且是属于造成你精神上的一种状态，就觉得说我好像并不是很喜欢。对，这边突然间出现这张牌卡2张啊，一个是属于说这个太阳轮，一个是属于2个紫色的这个偏向于高层次精神方面的这种轮位，其实会让我感受到一个点，有可能会涉及到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精神上的什么呢？就是说是这种掌控的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对方想要操控你，让你做这个改变这个改变那个，然后回过头来你们发现好像还是做自己最好。部分小伙伴的话真的会有涉及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即使说2个人之间还会伴随着复合，就像什么现阶段有些小伙伴心里面就会想的只有一个点，我就是想跟他复合啊，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我就是想跟他情感上开始。不管怎么样，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虽然时间是人类中最大的一场骗局，但是真的是就随着你的这一个感官的一种感知，一天一天随着太阳升起降下，太阳升起降下啊，很多个太阳升起和降下之后，你真的有可能回过头来觉得，哎，这一个关系有可能真的不会像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这边的话还有讯息是什么呢？你看啊，配合对方的情绪起伏，你还没有准备和孩子的一个出现。其实在这边给到我的一种答案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其实你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如果说真的让你和他完全就是以你们当时相处的一个状态进入到婚姻、结婚，走入到最后一步的话，有可能你们自己心里面还是会产生带有一点点犯怵的一种状态。有一部分真的是属于靠着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把这个关系走下来的呢？是你们明知道对方不好，有些时候还觉得，哎呀，我还是妥协吧，体谅体谅。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对于对方而言用情至深，而造成的给自己大脑带来的幻觉，骗自己，自我欺骗。有一部分是这种啊，当然另一部分的话就不是，有可能真的就是觉得说，哎，一小部分我真的就是想跟对方在一起。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关系里面来看，我全程没有看到什么太强烈的承诺。就是说某一部分的一个状态下确实有产生了他想和你之间关系去过下去，但是实际上的承诺，实际上的这种诺言和誓言，我并没有在这一个关系里面直接先去怎么样呢看到，或者说是直接先感觉到，所以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而再结合上这边最后给到我们的一个建议，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记住啊，最大的这个人怎么样呢？已经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和周围，我把自己交给他啊，叫什么上帝，对不对啊？那么我要获得自己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个平和平。我知道上帝在这一个时间段为我自己的一个灵魂正在提供一些有益的一个东西，我也同时知道上帝在这一个时间段派给我的一个天使来怎么样呢？对于我来说有一定的一个指引，对吧？天使的一个指引可以说是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在这个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代表的一种意义是什么呢？内在的一种平和，内心的一个平和，和平歌内心，对不对？它并不算是属于一种直接，哎，我非要说是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怎么地，你这个时间段最应该先获得的是属于自己内在的平和，去想通你到底要干嘛啊？你要等这个人，你和这个人之间关系往前去发展，往前去走，你觉得这个人是好还是说坏？你要去先想通的是这一个点，不要说一味的怎么样的，先把自己困在这个死胡同里面，先产生很强的不甘心，觉得说是怎么样呢？哎呀，不行，我自己心里面有纠结，怎么地。这种有部分纠结的人，有可能还是属于自己跟对方直接产生了一种什么，说，哎呀，我分开，我要跟你分手，激情情况下，结果对方就好啊，同意了，就是好啊，分啊，这种情况下也有产生的不甘心。有一部分小伙伴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困住自己啊，困住自己的话就是属于这种，就是
你明明是属于开玩笑要说的一些话，对方当真了，而且还给你很认真的听了，就其他话都没有这么认真听，这个话就给你认真听了，所以其实也会让你们心里面产生很强烈的一种不甘心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在这个时间段再进行更多的内耗，要调整好自己的心神，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能量整合。好，那我们今天能量整合的一个讯息就到这里啦。同样的，符合你们自身的一个状态呢，可以说听一下；不符合，不需要强行的套入哦。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拜拜。